哥们儿一失足差点栽了，眼瞅着就要栽个狗啃泥，本以为救了个绅士呢，结果人家是个普信男，我亲你一口算不算谢你啊？你要是想来点别的，也不是不可以，跟个帅哥滚个床单肯定是美好的，真是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。阿亮简直是个情场高手，老在女生家里玩扑克，玩完了还爱理不理的，都怪自己也是个高富帅。晚上一回家，居然发现早上那女孩就在家里，两人当场都傻眼了。这姑娘竟然是我妹妹的朋友，正好今天来家里玩的。阿亮心想，这巧合也太假了，这女的肯定冲着自己有目的的。小伙子挂着微笑，想着随便买个礼物打发打发她，谁知道让女孩一分钱都不肯要。不贪财，那肯定是想占点便宜呗。看来我猜对了，你是想跟我亲亲吧？不过亲亲嘴怕是满足不了你，毕竟你救了我一命。就算你想要的是那个，大哥我也能满足你。明明被骂得狗血淋头，但转眼间小伙子居然跪下了示爱了。这是阿亮第一次被异性给拒绝了。世界上还真有女的能挡住我的魅力，我真是受宠若惊。你说的太在理了，我刚才那番话真是脑子一热。一花姑娘，你简直就是我命中注定的女神。就这么看，金发海王就变成了死皮赖脸的舔狗。后来呢，阿亮就开始天天往女孩家里送花，弄得妈妈天天在那说个不停。这事儿给一花添了不少压力，他就打算找李旭帮忙解决。谁知道妹子也挺会玩的，他就劝一花接受哥哥。我哥长得帅，还有车有房，明明就是个靠谱的人选呢。虽然他确实是个花心大萝卜，连你都承认你哥是个渣男是吧？既然妹妹帮不到忙，一花只好弄到了阿亮的电话号码。等到了晚上，他鼓起勇气主动打电话过去，耳边传来了喘气声，肯定是一花小姐吧？怎么一听就知道是我？女孩还没谈过恋爱，头一回收到了花和礼物就慌了神。她希望阿亮能停止这样的举动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我不会轻易放弃的。我对一花小姐的爱呀，就跟江水似的没完没了，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，我都得按自己的方式来表达爱意。如果你觉得烦，可以随时打电话过来骂我。真是个没救的渣男，真不是个东西，真过分，渣男！你这几句话真带劲儿，快再骂我几句吧。小姑娘被恶心得很，时间一天天过去，送的花却越来越多。这不，今天一花出门帮家里买菜，路上竟然碰到了阿亮，今天真是够背的。果然阿亮就跟牛皮糖一样粘上来了，而且还一直跟到了超市。鸡蛋特卖只要买一盒，女孩想了想，就拜托阿亮帮忙多搞一盒。小姑娘乐得像是过了个小年，这要是嫁了人，绝对是个家庭好手，这事儿肯定没戏。挑橄榄油的时候，那种优质出榨的感觉像是必杀技，看着挺牛的。必杀技，一花羞得不知道咋办好了。这种翟女士的话，不是会被人嫌弃吗？她这么一说，攻击力好像真的强3倍。她竟然跟着我这么一说，或许我之前看错她了。阿亮先生或许没我想的那么反感。尝完香肠，一把扔了牙签，下一秒，阿亮就目不转睛地盯着。你不会是想捡我的牙签吧？被你看穿了，你是想变成刺猬吗？这算不算夫妻之间的小打小闹啊？付完钱，阿亮凭借他的身高，非要帮忙提东西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这明显就是情场高手嘛！才不是呢，我只是真心喜欢上了一花小姐，所以才会不自觉地做这些事。小姑娘觉得浑身不自在，别说了，咱们还是快点回家吧。过了几天，阿亮一边逛街一边晃悠，又碰上了小可爱。他是真不客气，端着咖啡就这么大大咧咧地坐对面了，真的超想泼你一脸咖啡。不谈那啥小夫妻小吵，这男的其实挺厉害，耐心教女孩做题，几分钟不到，一花就搞定了难题。现在知道我有多机智了吧？如果现在跟我订个婚，我保证你考清华北大哈。这话说的太逗了，你是真的有点傻。他们俩越来越熟了，老开那种没啥伤害的玩笑，简直就像好朋友一样。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阿亮以前那个女人突然出现了，一个浓妆艳抹的货色，身上全是那种金闪闪的味儿。我跟你说呀，就算是饿极了，也不能找这样的女生吧。还有你这个小妹妹，姐姐劝你还是赶紧放弃吧。这男的根本就不认真对待女生，你换个同龄的初恋对象吧。一花听了气得不行，可能这男的对女生不怎么上心，但对我来说绝对不是坏蛋。这话比啥都有用，看来我这个月没白费力气，没让一花讨厌我，这就够了。然后阿亮急忙追过去解释，那种话你可千万别信，我和他早就完了。还有你刚才帮我说话，我真的挺开心的，我不过是说了实话而已，别整得跟满天星星似的你们。看起来那渣男越来越喜欢我了，哪怕我叫他舔狗，这家伙还一脸淡定的笑，感觉以后的日子挺难熬的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咱们的生活就变成上班和回家2点一线。回到家一看，喜欢那个女孩竟然就在眼前，阿亮傻眼了，难道是世界线变了，咱们已经结婚了吗？你是不是看命十之门看多了？原来是妹妹约同学来家里玩，既然来了其他姑娘，这小子立马切换到高富帅模式。
那闪闪发光的形象马上迷倒了两个妹子。这渣男还真能变脸呢！一花同学，你就慢慢享受吧。小姑娘吓得赶紧溜了，总觉得她没什么好心眼。回房间，闺蜜们狂夸阿亮，差点没现场扑上去。这年头还真是看脸的世界。虽然现在阿亮看起来挺不错的，但其实李旭以前真的很讨厌这个哥哥。他们俩差了10岁，小时候几乎不怎么说话。大一点以后，阿亮就开始被那帮烂朋友缠上了。这小伙的意志力挺弱的，私生活哪叫一个乱呢？家里人因为这事儿老跟他吵架，就因为他那点烂裤裆的事儿。原本和谐的家庭4分5裂。后来高中一毕业，阿亮就溜得远远的，只是最近想知道一花的事情，才要开始经常回家了。反正因为有一个女孩子的原因，我和哥哥之间的关系好多了呢。这不，哥哥跑来送咖啡了，他做的拉花，那动物的图案真挺萌的。花酱当然是超级期待。一花酱，我爱你，这渣男真能恶心人。李旭特别珍惜一花这个闺蜜，所以哪怕是亲哥，如果你敢让一花难过，我是绝对不会饶了你的，我会记住这句话的。遇到这种小姑子就嫁了吧。眼看文花寄到了，2个捣蛋鬼特地来捣蛋，非要看服务员的裙底下，这种事儿肯定不能置身事外。阿亮和这的好基友田站了出来，就那么一个眼神就把捣乱的吓跑了。四处看了看，咱家小可爱出现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拍你几张照片可以吗？你这是先行动后再说话吧？花匠一脸愁云，最近社畜不用加班了吗？他没想到基友居然认出了他，这家伙是不是到处说我坏话了？我就说了有多喜欢一花而已，怕别人听见，女孩只好用手捂他的嘴。这么粗鲁的举动却让舔狗亮更心动了。这时候妹妹跑来帮忙，她请一花带阿亮去学校转转。不等女孩拒绝，哥哥就贴上来求人带路，脸皮不是一般的厚。两人一路吵吵闹闹的，要不是在学校里，早就跟他怼上了。边走边聊，同学们拉着他们进去玩了玩。那游戏是砸奖品那种，得凭手气来。一花酱，你也来玩玩看嘛，说不定你挺有这个天分的。那就玩玩看吧。居然玩出了个变化球，一下就赢得了消费券。阿亮乐得不行，这手法也太神了吧！笑什么笑啊？咱们有消费券就弄点吃的吧。上楼梯那会儿，女孩差点滑倒了，他稳稳地扶住了她，生怕她哪受伤了。肯定是一花酱太可爱了吧，不由自主就冲上来了，感觉时间都停止了，直到挨了个耳光。你这人真是太难防备了，要是被别人看到咋整？你得对我负责呀！阿亮笑得像个傻子，真的超高兴的。这回轮到我来救一花了。气氛好得不得了的时候，肚子就传来咕咕叫。没事儿，你饿肚子的声音也挺可爱的，我真想找个地洞钻了，我这就去给你买点吃的。你穿和服不方便走路，再跌倒就不好了。你就在教室里等我好了，这就是成年人的淡定吧。阿亮先生的体贴到处都是，他对我的照顾一点都不假。一花酱慢悠悠地坐在没人的教室里，当他春风拂过脸庞的时候，刚才那一幕就像电影重播似的在脑子里转。担心女孩子晚上走路不安全，他二话不说就跑去接。害怕女孩考试不过，他虽然是个高管，还得重新捡起书本来帮忙复习。可自己的好心却被心上人冷冷地拒绝了。没辙，谁叫自己以前是个海王呢？深夜里，阿亮随手打了个骚扰电话，谁知道花匠居然一下就接了。小伙子傻眼了，以前不是得打好久他才会接一次吗？我快接不行吗？阿亮乐开了花，赶紧问花匠在哪。男人好言5分钟就能到，但是车满为患，打车也不成，他居然直接往外冲。原来想见一个人的时候，身体就会不自觉地动起来。他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的。一花小姐这么快就接我电话了，肯定是怕晚上一个人走吧？现在放心了，让我来送你回家。这时候一个男孩路过，和一花看起来挺熟的。阿亮立刻感觉到了威胁。虽然那男孩只是媳妇的同学，但他当着我的面竟然还敢和一花搭讪，关键是小可爱还挺开心的。他们俩说说笑笑的，看着关系挺好。小屁孩终归是小屁孩，他们走后，多文笑得连腿都软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女孩掏出新买的黑咖啡，算是保护费了。阿亮乐坏了，恨不得珍藏起来。原来一花酱还记得我爱喝黑咖啡呢。不过我也不是吃素的，以后学习有难题，记得随时可以叫我帮忙哦。心里那股危机感还是挥之不去，得找机会问问妹妹豆丸是什么来头。就在昨天，一记变态的曲球把男孩整得好惨，可那球是一花酱扔的。为了说声对不起，下课后女孩主动过去搭话，结果就发现了共同的最爱，那宅男宅女的小说。两个人一下就找到了共同话题，整个课间都在聊宅文化。看他们聊得那么投入，小姑子只能在旁边干着急。第二天，多安特地找到一花，他给女孩送了一本小说。四周没人，就问了句：“你和李旭的哥哥是不是在一起呀？”花匠吓得说不出话来：“你怎么会有那种想法呀？”原来文化祭那天，多安正好看见了那两人拥抱的场面。
小伙子没见过这阵势，自然误会他们在一起了。那天文化祭，你们两个在楼梯上不就火花四射吗？一花想赶紧辩解，但他越辩解越显得有鬼。在杜安眼里，阿亮这种帅哥级别的，没道理会对一花这样的普通女孩子动心吧？看来只有一个原因了。我劝你别太信李旭哥哥的话。这话让一花警醒，杜安说的对，高富帅怎么会突然看上我呢？我怎么没早点意识到呢？过了几天，他们三个一起聚着开学习小组。妹妹接个电话出去了，挺好的嘛，妹妹。现在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世界了。一花小姐，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谢谢夸奖，我觉得一花小姐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了。平时开玩笑的话，现在听起来却让人感觉特别难受。为啥阿亮先生总是能说出这种不要脸的话呢？其实你是不是就喜欢捉弄我，看我反应好玩吧？我只是高中啊，这些事我真的还不习惯，所以你就趁机想逗我玩是吗？这话一说出来，阿亮直接就没了精神。没想到小可爱一直是这么看我的，但我对一花的感情真的是认真到不可思议的程度。即使是舔狗有尊严，被人这样说，阿亮是真没脸再待下去了。这下小可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本来怎么吐槽的一脸傻笑，这回却露出了这么孤单的表情，真是够狡猾的。之后呢，阿亮像平常那样打骚扰电话过来，但电话那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无力。一花因为自尊始终开不了口说对不起，那种愧疚感累积起来，最后竟然发烧了。听说一花病了，阿亮飞奔来看他，他买了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，快喝点果冻缓解一下吧。幸好一花没啥大事，就是咳嗽了几声。房间挺整洁的嘛，我送的礼物都摆在这么显眼的位置，看来在女神心中我还是有地位的。一花小姐，我特为你准备了这份复习资料，这是根据考试内容专门为你定做的参考资料。一翻开，除了满意的数学公式，还有手画的卡通图案。看到这参考书，一花不禁笑了。一个男人为自己做到这个地步，他要么是个傻瓜，要么就是真心实意。一花将也不再固执，之前我说的话确实有点过分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接受你的道歉了。既然我都原谅你了，是不是该给我点奖励？比方说让我偷偷拍几张你在病床上的照片。两人的小斗嘴还在继续，阿亮就一直守在屋子里，直到一花睡着了，他轻轻伸出手，慢慢的抚摸他的脸。看来我没爱错人，做你的舔狗也挺幸福的。考试周一结束，画上的分数高得吓人，得找阿亮好好道个谢才行。日本女孩的喜好真是千奇百怪，眼睛妹的梦想嫁给个老绅士，要是老头戴老花镜就更幸福了。没想到金发妹的标准更古怪，她居然想嫁个相扑选手，看样子她是真的很认真。轮到一花时，她居然希望找个闷葫芦，最好是那种不爱说话的害羞男。闺蜜马上就想到了一个人，咱班上的多玩不就这样的吗？男孩装作睡着，其实偷听的不亦乐乎。他在班里就是个默默无闻的宅男，只有跟一花有共同的兴趣。青春期的他不自觉的就关注起他来了，看他气喘吁吁的搬东西，他赶紧上前帮忙，好像只要能和一花在一起就能聊个没完。看他开心的笑，自己心里也踏实了。如果这样下去，我们会不会自然而然的在一起呢？所以他忍不住要问，你和李旭的哥哥怎么总黏在一起呢？你们是不是关系特别好？小姑娘一下子语塞了，自己老是和阿亮混在一起，能说关系不好吗？但我和阿亮真的没在一起，那你怎么看待李旭的哥哥呢？小可爱脸色忽红忽白，这种问题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虽然有时候很讨厌他的举止，但经历了那么多，已经不可能讨厌阿亮了。这时都玩悻悻的溜了，他也搞不懂自己怎么会问这么冒失的问题。走着走着，李旭突然喊住了多玩，直截了当的提到了阿亮对一花单方面的感情。没关系的，我哥哥他也没打算隐瞒，倒是你多玩，你是不是也像我哥一样喜欢一花呢？小伙子一下子就慌了，脱口就否认，不喜欢就行，我哥哥可是个麻烦人物，你可别受了伤。既然你不喜欢一花就无所谓了，明显是故意来吓唬人的。想到第一次见他，那哥哥确实挺吓人的，说喜欢他还太早，只是纯粹的喜欢和他一起的时光，但作为朋友又有点不甘心，想迈出那一步又没勇气，这种犹豫不决的状态到底该怎么形容呢？原来长得漂亮真的更容易单身，李迅因为太注重，同龄的人都不敢追。现在圣诞节快到了，女孩还是一个人，虽说自己的恋爱遥遥无期，真的挺支持哥哥和一花这对的。看着别人恋爱，心里也跟着甜。这段时间一花收了不少人情，他打算送阿亮一个礼物，但他对阿亮的喜好一无所知，想听听李旭的建议。别误会哦，看来咱接下来要开始叫大嫂了。小姑子没拒绝，就带着一花去挑礼物了，这边逛逛，那边瞧瞧，最后挑了一个定情的礼物。圣诞节快到了，等天黑了，阿亮突然来找李旭了，他居然也想给一花挑个礼物。你们俩是真能秀恩爱呀！可是哥哥，你不是已经送了一花好多东西了吗？这次怎么想到找我帮忙呢？以前那些硬塞的玩具花什么的都是自己高兴，我就是想看一花讨厌时候的表情。但这个圣诞，我想选个能让她开心的。之前的事还历历在目呢，
看一花不高兴的样子，我更希望看到她笑的样子。你这么一说，那李旭可得得力助攻了。李旭把一花喜欢的东西发给阿亮，这下两个人都忙开了，就是没人在意配角的礼物，限量版的相扑公仔。一转眼圣诞节就到了，虽然礼物准备好了，不过阿亮没直接约小可爱出来，他怕打扰一花的安排，或许明天送过去更好吧。突然一花发来了短信，小伙子像打了鸡血一样，一把抓起衣服就冲出去了。夜晚灯火辉煌，一花稍等了一会儿，阿亮终于到了，聊了会儿才知道这个约会是李旭安排的。有这样的妹妹真是求之不得呀。女孩子紧张地递过来一个袋子，第一次给异性送礼物，小姑娘说话结结巴巴的，她眼神躲闪，不敢直看，就像个乖巧的小兔子。阿亮轻轻地拆开礼物，是个好精致的领带夹呀，肯定超喜欢的好吧。男人激动极了，小心地别上那领带夹。一花小姐，其实我也准备了礼物给你，这个礼物保证你会特别喜欢。袋子里的是限量版蓝光碟，小姑娘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她最爱的就是这个，差点高兴地晕过去好几次，甚至高兴地哭了出来。阿亮看着都忍不住笑了，我们家媳妇儿实在是太可爱了。后来聊天才知道，他们的礼物都是李旭选的。这时候孤家的小姑娘在家啃着全家桶，突然听到外面有动静，一开门，这对小情侣居然带着蛋糕回来了。看着他们的样子，圣诞节就准备在家里过。或许不是不想二人世界，只是想多陪陪重要的人。偷偷喜欢的女孩喜欢上了别人，男孩只好躲在角落里默默神伤。有的爱一出生就注定没结果。学校安排了休学旅行，季有田被派去拍照，他没告诉阿亮这事儿，不然阿亮肯定要跟着一块儿去。阿亮平时真是让你操心呐。小姑娘们跑去冲绳玩，在那儿完全不熟。一花不小心跟朋友走散了，手机还没电，找不到李旭。他不小心撞进了多玩，本以为能趁机跟朋友们重聚，可惜那男孩没带女生们的联系方式，大家迟早得回酒店，还不如现在多转转好点。一花也觉得这主意挺对。男孩打算走的时候，哥们儿去追女孩吧，别管我们了，怎么自己就一个人了呢？男孩本来就不爱热闹，一花就带他去了人少的地方。眼见这个超级大的水族箱，盯着看一会儿就像置身深海一样，有没有感觉像是来到了无人的海洋啊？多安也不是傻子，他明白女孩是故意照顾他。看着他兴奋的小脸，男孩不由自主地想握住她的手，结果基友田赶到了。多安感觉特别不爽，本来不易的约会就这么泡汤了。回到酒店，手机一下子响了，阿亮又打来电话查岗，他留在外面偷偷接，虽然嘴上不留情的埋怨，心里其实开心坏了。就这么一招，春心荡漾的不得了。这时候多安去买水，正好听到女孩子和阿亮在电话里撒狗粮，这一击够他记一辈子。后来还不小心被一花给发现了，女孩没多想，准备就跟多安一起买点喝的。在等电梯的时候，脑子里还回放着刚才的情景，就这样认输了，心里还是不甘。多安这回算是硬气了一回，但心里明白约会什么的没戏，冲绳这地儿动漫圣地多着呢，咱俩阿宅一起去转转怎么样？行，我去就是了。感觉自己还真是有点弱，这不会算是诱拐吧？不过看他乐成这样，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值。多安去买饮料去了，虽然约出来了一花，可我完全没头绪，接下来咋办？等等，那不会是坏人吧？他二话不说就上去了。又是你，这回自己搞砸了。小伙子挺能干的嘛，以为一花有危险就冲过来了，对吧？季有田没再当电灯泡，嘻嘻笑着跑了。年轻人的恋爱真的是五味杂陈。多安有点紧张，愣是半天没缓过劲儿来。一个没啥波澜的假约会，没什么惊喜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第二天，大伙准备回家了。小快不停地问阿亮喜欢什么，就怕自己挑的礼物不对他胃口。真能干，还没过门呢，就已经完全是媳妇儿的模样了。一到东京，他就让阿亮截了胡，说好是来送伴手礼，怎么突然拉我来电影院约会了？不管小可爱怎么反对，男人坚决留人，还顺带占了个小便宜。舔狗不死心，死缠烂打，干脆一块看电影得了。认识这么久了，我对你的了解还不够多，想知道阿亮先生喜欢看什么电影？我喜欢的人只有一花你呀。他情不自禁比较起来，羡慕那些莽撞的高中生。阿亮先生可真是老司机，约会计划妥妥的，怕你冷还会提前准备好毛毯。一进放映室，这就小声的说要换座位。看得出来，阿亮约会经验老道，之前肯定带别的姑娘来过这儿。一看那成双成对的情侣，一花就开始没底了，自己这么不成熟，真的配得上他吗？原来男人心里有数，知道一花和多丸之前一起出去过，心急想问个明白，但又怕真出什么事儿问不出口。电影院是个浪漫的爱情片，片里的输家是个金发的花花公子，赢家是个黑发小伙，感觉自己心态已经输了一大截。电影散场后，一花家有点闷闷不乐，羡慕电影里的女主角，要是自己有那么成熟漂亮的话就好了。结果阿亮理解错了，以为他不想和自己约会了。如果一花小姐不高兴的话，我送你回去吧。花菜和阿亮是老同事多年，但彼此的关系一直很普通。
老员工都知道阿亮的情史，咱这样的好女孩还是远离点吧。第二天，他不小心撞到一个男的，东西掉了一地，那种笨拙也挺可爱的。这个钥匙扣是你的吗？女人尴尬的变了画风，原来他是潜伏的死宅。如果被阿亮发现我是死宅，这家伙肯定会拿我开涮。他使劲的动脑筋想蒙混过关，没想到阿亮竟然挺懂的，说出了一大堆的动漫知识。花菜感动的不行，简直是宅里遇到宅，太妙了。因为朋友圈有动漫迷，我也就跟风入坑了。死宅这事讲出来真有点不好意思，花菜就求他千万别说出去，我肯定帮你保密。如果以后想聊动漫，随时找我就行了。总感觉阿亮好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他以前这么温柔吗？突然感觉到阿亮的好感蹭蹭往上涨。几天后，工作一忙完，花菜打算去咖啡店里摸鱼，一进店没想到阿亮也在这儿。别提了，先跑一厕所补个妆去，等感觉自己差不多完美了，他再出来打招呼。结果阿亮目光死死地盯着他，我跟你说，你大衣上沾了树叶。哎呀妈，这尴尬大了。女人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。相比之下，阿亮反倒游刃有余，来咖啡厅也不耽误工作。谁想到这货一直在琢磨追哪个新动画，你这摸鱼技能也是没谁了。女人忍不住笑了，作为资深宅女，她耐心地给他推荐动画，一凑近脸不自觉就红了，心里感觉有点乱。今天的阿亮怎么这么闪闪发光啊？通常恋爱中都觉得对方是王子，但这位王子似乎有女友了吧？花菜心里痒痒的，本来问到嘴边的话又咽回去了。公司打来电话就是找麻烦，看看时间也不早了，阿亮说要回去继续工作，真不想就这么放手。阿亮先生，下周5有个聚会，你要不要一起来杯小酒啊？太棒了，到时候喝点酒，顺便探探他女朋友的情况。转眼周5到了，大家都聚在一起，花菜就始终找不到问的时机，毕竟我们只是熟悉的陌生人嘛。突然问人家女友的事情是不是有点冒失？看来只能让闺蜜出马了。闺蜜可精了，找了个同事去唱 K， 然后偷偷跟阿亮说，咱们花菜还没喝够啊，你快去陪她去酒吧吧，嘿嘿。结果就这么，他们2个人有了单独的空间。我知道一家挺不错的酒吧，不嫌弃的话，要不要陪我去喝一杯？闺蜜真的是太贴心了。到了酒吧，2个人聊得不亦乐乎，觉得时机差不多了。我挺好奇的，那些关于阿亮先生的女朋友传闻是真的吗？男人完全懵了，这茬他可不知道。那会儿跟一花打电话聊天，不小心被旁边的女同事听到了点东西。那同事真能联想，听到考试和分数就以为一花是老师，听阿亮那痴情的话就觉得一花高冷。你这想象力太足了，不排拒可惜了。实话告诉你，我现在单身呢，就暗恋一个人。花菜听了心里一惊，看来我没戏了，气得有点不打一处来了。其实我迷上动漫全是那个人的功劳。聊动漫的时候，你们俩感觉真像，差10岁谈恋爱得跨过好多门槛啊。阿亮也是辛苦的打工人一个，月薪100万，有车有房，听着挺美。但加班的很晚是常态，下班了就给一花通电话，光听声音能弹出什么火花啊？只能抓住每次休息的机会见一花。阿亮那点努力也不是白费，那女孩也对他心动了。本以为互相喜欢就能克服年龄差了，谁知道自卑感突然袭来。一花没啥自信，老怕自己不够格，配不上阿亮，也怕自己太年轻，维持不了这段感情，所以还没开始就已经怂了。休学旅行的时候，那个宅男陪他去了圣地巡礼，这事在学校里传开了，大家以为他们俩有一腿。球赛那天，男生负责踢球，看到一花来了，基友们激动坏了，快看快看，你女朋友给你加油了。窦安高兴坏了，得先把话说在前头，其实我还没向一花表白呢，一旦表白我肯定会告诉你们的，所以别到时说我们俩怎么样。暗恋的人正站在场边呢，宅男突然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，仿佛足球巨星上身，带球突破又过人，就像开了美颜滤镜，小姑娘们都偷偷心动了。这还是咱那个普普通通的死宅吗？但一花对这一切都没啥反应，就算他进球了，他心里想的还是阿亮，在错的时间爱上了错的人，只能一错再错的单相思。女生赛场上的表现稳如老狗，闺蜜开了挂像神一样，小姑娘一站起来就是3分球，比赛轻轻松松就赢了。生活哪那么容易呢？这周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，阿亮得被客户应酬，一花也在美术社团忙个不停，这对小情侣也总是没时间见面，只能电话里传声音，就这么磕磕绊绊的过。情人节的月份终于到了，希望一花小姐别犯糊涂，到时候给点力呀。那天之后，小姑娘整个人都慌了，她不知道该送什么好。阿亮这家伙也太能烦了，居然10天前就开始天天骚扰，只剩下8天嘞，情人节只有7天了喂，整得跟定时炸弹似的，这压力大得让人喘不上气来。情人节等送大牌巧克力给大人吧，你这样子明显是谈恋爱了，看来得开始叫你大嫂了。回家路上，好基友田赶来帮忙，他这老油条一眼就看出来一花酱的烦心事，你是不是打算送阿亮巧克力呀？我打算送的，虽然感觉有点恶心，可是男人提醒说最好别送这玩意儿。阿亮小的时候就很受女生欢迎，可能因此得罪了些人。高2那年情人节，阿亮吃了个塞满头发的巧克力，留下了不好的回忆。从那以后，他对情人节礼物就特别忌讳，
看样子巧克力是不能送了。一花酱因此更烦了，说到底我还只是个高中生啊，根本不懂得大人的心思。如果我能成熟点，或许就能想到适合阿亮的礼物，不然我自己去送行不行？妹子啊，你这想法太危险了。女孩羞得像只小虾米，趁着阿亮电话来，她鼓起勇气约他情人节见面。那天一大早，男人就守在门口，你来了。阿亮真不含糊，开口就是要巧克力。其实我一直没想好送什么给你，所以只好这样将就了。两人缠绵了好半分钟，才勉强分开。一花脸红的不行，既后悔又有点小激动，然后飞快的跑去上学了。阿亮高兴的跟帕金森似的，这肯定是我这一辈子收到最棒的情人节礼物了。情人节大家互换巧克力，一花忽然掏出了手机，窦安笑开了花，难道他要送我本命巧克力？如果真是那样，那我可就太幸运了。结果是块友谊巧克力，这玩意儿有必要偷偷摸摸送吗？窦安不想隐藏自己的感情，说实话，我不是很想要这种巧克力。气氛突然就尴尬了，双方都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如果我说我想要本命巧克力，你会不会生气？总之，我希望能跟你在一起。突然的告白把一花笑得不知所措。我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我们俩的事，你不用着急回答，我愿意等你。初恋就这样青涩的，没有太多铺垫，就在一时冲动之下说出口了。冲动之后是满心的惊喜，但更多的是迷茫。那一晚很漫长，女孩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以后怎么办呢？她经常出神，打电话聊着聊着就断了，让阿亮感觉有点不对劲儿。一花酱想了好多，窦安是个温柔帅气的宅男，跟我这个宅女挺配的，但那突然的告白真的让我好开心。难道说我有点喜欢上他了？阿亮怕他出事，特地请了假，在学校附近等着，但没完没了的问这问那，真的很烦人呐。一不小心你就出现在我面前了，总爱猜我心里想的什么，这关你什么事啊？我还是觉得这跟我有关呢，你至少得让我担心担心吧。他说话的样子看着挺认真的，他像跟女孩一起扛着烦恼，想要帮忙分担解决问题，真是个让人头疼的家伙。真不好意思，我刚才说的可能有点过了，但这件事我得自己找答案，所以阿亮先生，您在旁边支持我吗？他松了口气，忍不住伸手摸了摸，一言不发，反而什么都说了。一花终于明白自己的心意了，眼前这男的一点优点也没有，总是任性的做些让人烦的事，还比我大那么多岁。但不知何时开始，喜欢这个词好像只适用于他。明知他不是合适的人，脑海里头明白窦安更好，既然决定了，就得给窦安一个说法。那天晚上，一花约了窦安第二天放学后见。男孩也不傻，把时间改到周末了，谁能接受放学就被甩呢？转眼周六到了，他们在车站面前见面了。女孩刚见面就着急要给答案，我跟你说冷静点，哎呀，这里人多，咱换个地儿吧。就去了附近的小公园。男孩像是失魂落魄的，看他的样子，今年8成躲不过去了。一花深呼吸了一下，就开始发好人卡。窦安君人真不错，帅还温柔，我们俩都是宅，在一起肯定挺开心的。谢谢你的好人证啊，你肯跟我表白，我真的挺开心的。要是我说不在意，你心里有别人，还想跟你在一起呢。一花酱又拒绝了，看样子自己注定是单身狗了，做不了情侣就做朋友吧，以后我还会见你小说，到时候咱们俩再讨论剧情，可能只是想要个体面的败退，就这样而已。他们又回到了普通朋友。回家路上你一言我一语，正好被阿亮看见了，三人就这么对视了好一会儿。天狗当场就黑化了，以为他们俩在热恋中约会，这让一花感觉到很难过。窦安反倒成熟了不少，请别误会，我刚才被一花给甩了呢。说实话，你的假笑看得挺做作的，虽然不太了解你到底怎么样，但希望你别让一花难过。不想当电灯泡，窦安直接走了。看来一花真正的烦恼就是因为窦安的表白吧。等等，现在小可爱把情敌给甩了，那你肯定是喜欢我的吧？没啥根据就瞎猜，一上位就开始得意忘形，完全没顾及他此刻的心情，这人真是自私还自利。情人节快到了，花菜鼓起勇气买了巧克力，可到了那天又犹豫了。到了公司，她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时机。最让人尴尬的是，闺蜜告诉她，阿亮从不收情人节的礼物，这几年的巧克力都被现场拒了。难道阿亮不吃甜的吗？但就这么放弃也太不甘心了。工作太忙了，加班到天昏地暗，等回过神来，手里的礼物还没送出去，看来只能自己吃了。突然看到了阿亮的身影，这是最后的机会。花菜不自觉跑了过去，真是尴尬死了。幸好男人听到了他的叫喊，并没有走远。他让阿亮过来一下，扶了扶头发，递上了自己的心意。我听说你不喜欢巧克力，本来想准备别的，但没时间就准备不了。就算你会拒绝我，还是想给你。你专门过来真是太感谢了。这一刻，一整天的不安和紧张都消失了，能送出真心巧克力太好了。1周后，花菜主动约了阿亮出来。他们去了成人的酒吧，想表白却说不出口，只能先跑去洗手间冷静一下。心里虽然有点准备，但成年了还是觉得这事不好意思。就算机会渺茫，花菜要想尽全力去争取。他犹豫了一下，阿亮，你还在默默喜欢那个人吗？即便如此，我还是想跟你说点什么。
今天特意约你出来就是为了这个，我挺喜欢你的阿亮，可能是太害羞了，他使劲的追问关于暗恋的事。看来想当女朋友的心态真能让人改变。阿亮没隐瞒，我喜欢的是我妹妹的同学，她不怕我这种强势，还老是纠正我不好的地方，是个挺真挚可爱的姑娘。你向她表白过没有？差不多天天都在示爱吧。虽然我尽力了，但感觉好像白费劲了。花仔觉得这样不值，你得知道，年纪差距在恋爱里可是个大问题。如果你们在一起了，年龄差可能会让你们不开心吧。这句话深深印在了阿亮心里，感觉从追求一花开始，周围的人都不看好我们。难道我真的搞砸了吗？他鼓足勇气表白，结果却只得到一张感谢，这是要给我好人卡吗？之后花菜让阿亮不用放在心上，表白是他自己的事。老实说，我花菜还是挺不错的，而且随时能变通。但阿亮心里只有一花酱。为了表明心意，男人叫一花出来玩，费了好大劲，终于把人哄上了地铁。可女孩子看起来有点烦恼，你是不喜欢这次出来玩吗？就是因为喜欢才烦恼呢。小伙子乐得合不拢嘴，豪华自助真是太棒了，超级好吃的甜点，还有巧克力喷泉呢。这些全都让小姑娘超级兴奋。但一花心里明白得很，阿亮肯定带别的女生来过这里。看到他那孤单的眼神，你是在吃醋吧？没吃醋还不是吃醋？没想到我们家的小可爱是个隐藏版的傲娇啊！两个人在一起吃饭其乐融融，阿亮那舔狗式的话真是一套接着一套。突然一个女同事过来搭讪，阿亮立刻变得一本正经，聊了几句没什么营养的话。看到一花坐在对面，那女人误会一花是阿亮的妹妹。阿亮本来想解释清楚，但那一刻一花勉强的笑了笑。那女人走开后，小姑娘低头道歉，如果别人知道你和妹妹的朋友约会，以后肯定会有闲言闲语，所以我只好装作是妹妹了，真的很对不起。阿亮心里憋得慌，气氛变得更加尴尬了。他吃了块蛋糕，觉得味道不错，就鼓励阿亮也尝一口，都像是一对老夫老妻了，早就不在乎那些间接接吻的事了。夕阳西下，他们一起去台场散步，阿亮的心情复杂极了。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，可能又会让一花撒那种谎，也会让他露出勉强的笑容。这里就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世界。原来和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怎么样都不觉得累。听他那些刻薄话，挨两句骂都觉得心花怒放。他清楚自己就喜欢他一个，面子和年纪差这些真的重要吗？但他心里怎么看我呀？我们现在还是像兄妹关系吗？阿亮情不自禁靠近了他，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。亲密互动了好一会儿，小可爱其实内心还没准备好，可能是害羞吧，所以虽然吐槽不断，但也没走，居然用这种方式来确认感情。我这个人还真是不够成熟。经过一次浪漫的约会，阿亮发现自己心里只有他，他决定给花菜一个真诚的答复。周四晚上，他们在日本料理店见面，先生的回礼是高档零食，他说要留到工作最累的时候再吃，大家都成年了，就别再藏着掖着了。花菜其实早就猜到了答案，毕竟咱配音的角色基本都是败犬。说实话，如果和你在一起一定更合适，这样对得起喜欢的人，也对得起世俗的眼光，但那样我就只考虑自己了，也太不负责任了。我真的想过很多，就算年龄差让我受伤，我心里也喜欢的也只有他。因为花菜你太真诚了，所以我也得坦坦荡荡地说出我的想法。他愣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，这个结果他其实早就预料到了。花菜没有那么伤心，其实我之前挺烦你这种人的，但最近你变得很细心，让我不自觉地开始注意到你了。肯定是你喜欢的人让你改变了。之前说的年龄差的事我收回了，去追那个人吧，别输给任何人。吃完饭后，他找借口说还有别的事。临走前，他俩最后握了下手，最后花菜就有点失落的走了。走到一个空无一人的地铁站，一个人默默打开情人节收到的回礼。小情侣终于在一起了，相处了半年多，一花早就偷偷喜欢上阿亮了，只是每次机会来的时候，他都会不自觉地避开，让阿亮以为没戏。恰好有个赏花的活动，他打算借此机会表达自己的心意。小姑娘还太害羞，碰个手真的吓得她退缩。她为啥会露出这种表情呢？难道一花真的喜欢我？过了一会儿，朋友们偷偷地溜走了，故意给他们制造二人世界。两人一边聊一边笑，看樱花随风飘落，日子过得真是悠哉。樱花落在头上，阿亮本能地伸手去拨，突如其来的微风吹过，他满脸羞涩，好像有话想说，可惜被人打断了。如果天晚点回来，我会不会就不被表白了？阿亮想到这儿，心里美滋滋的，但心里更多的是说不出的忐忑。那之后，男人选择消失了，一花只能找小姑的求助。李旭建议他还是主动打个电话吧，现在谁都看得出你喜欢我哥，如果你一直敷衍不采取行动，我觉得把哥哥交给你不是明智之举。这话直戳心窝子了，明明是人家先追的咱，结果自己倒好，喜欢上又吊着人家，联系不上了自己还生自己的气。得了，是时候主动一回了。一花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电话，电话铃声好一会儿才被接起，可自己的努力换来的却是男人的冷嘲热讽。女孩打算去阿亮去美术馆找个机会表白，结果吧，阿亮居然直接拒绝了。
他说自己公务太忙，以后也没时间陪女孩子。阿亮事后一脸落寞，真是自作自受。从那以后，一花的世界就变得暗淡无光，每晚都抱着手机发呆，好几天没听到阿亮的声音了。那天他放学回去买东西，巧遇阿亮在忙活，女孩本能的躲了起来，只敢远远的偷偷看他。阿亮在忙工作呢，咱也不能上去打扰人家吧。他一边走一边回头偷偷看，真是舍不得离开。突然有个路人女生走过，一眼看见那熟悉的制服，阿亮有些失魂落魄。其实他一直没变心，只是怕这份感情会给一花带来麻烦。过了几天，一花把这事告诉了小姑子，李旭气得不行，准备给阿亮打电话好好骂一顿。这下可触到女孩的底线了，差点没把小姑子给气哭了。一花叹气，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心里话。不过我怎么配得上他呢？既不时髦也不够成熟，年纪还小好几岁。原来一花一直都那么自卑。我敢打包票，你们俩明明是心心相印的，别再瞎操心一些自卑的心了好不好？如果能让最亲的哥哥和闺蜜在一起，那肯定是再好不过的事了。有了这样的小姑子，还能有啥别的愿望呢？一花下定决心不再畏缩，一定要想办法挽回阿亮。另一边，阿亮去找他的好兄弟田生聊，原来这是怕和一花在一起，现在这种暧昧一旦没了，他怕自己又回到那个花心的海王亮。要是到时候对不起他怎么办？他最不想看的就是一花伤心，所以他想是不是趁早离开才是最好的。那熟悉的地铁站，那个熟悉的男人的背影，那金毛肯定是阿亮了。但是我该不该追上去呢？一花紧张的全身发抖，那些淑女的矜持已经抛到脑后了。她不顾一切的往前冲，穿过人山人海，终于看到了阿亮的身影。一花赶到台阶那儿，那人却不见了，急得快哭出来。终于能见面了，她全身紧张的都放松了。谁知道一不小心脚下一滑，幸好男人及时把她扶住。你呀，这些天跑哪儿去了？最近都不打电话给我，还骗我说不要联系你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飞机啊？我在想，我是不是该待在你旁边？我当然是想永远和你在一起的，但我总觉得总把自己的感情硬塞给你，常常让你受不了，将来肯定还会给你添麻烦。所以我在想，离开或许也是为了你好。我真不是个合格的男人，花酱也在慢慢长大。第一次见面就觉得你是个怪咖，一开始你确实让我头疼，但你的爱意很真挚。时间久了，我发现你其实挺认真，但就是有点没用。虽然你老给我出难题，平时爱装逼还爱亲亲，但我还是喜欢你。再也控制不住我的心，阿亮一下就吻上去了。反正众目睽睽下更合适不过了。好了，我也最喜欢一花小姐了。小姑娘真是又甜又逗，一不小心就失去了初吻，这是不是意味着上了大学就得谈婚论嫁呀？阿亮轻轻搂住这个小可爱，一直躲着你真对不起，还有谢谢你愿意追上我。